这个世界的人为了倡导真诚社交、传递正能量，联合打造了一档街头观察类直播节目。节目组邀请各种类型的女性嘉宾参与，让他们在街头与路人进行自然互动，记录普通人面对意外搭讪时的真实反应。如果你心怀不轨，轻易就跟人走，那么等待你的将是节目组的公开镜头。如果你能守住底线，真诚待人，节目组也会给予正能量奖金鼓励。今天这档名为《街头观察》的节目正式开播。此刻，你正坐在路边的大排档撸串，忽然一个女孩站到了你面前。帅哥，我能坐下来陪你聊聊天吗？白雪晴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盯着。听见这话，你忍不住抬眼打量了她一下。眼前的白雪晴今年刚满20岁，是个大二学生。一个年轻姑娘大半夜出来搭讪陌生男人，无非两种可能，要么是恶作剧，要么就是有什么目的。但不管是哪一种，作为一个有原则的正直青年，你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干脆利落的拒绝。可你刚要开口，脑子里突然响起一道冰冷的机械提示音：叮！恭喜宿主激活原则系统，现发布任务。宿主只需拒绝眼前女性的要求，并善意提醒她注意安全，将根据评分高低发放不同任务奖励。这一串提示音砸下来，你先是懵了一下，紧接着眼睛一亮。毕竟你是看了10年网文的老书虫，对系统文这套当然不陌生。可就在你愣神的这几秒，落在观众眼里，却成了你被白雪晴的颜值给迷住。直播间的观众当场炸开了锅。看他这反应，该不会是被迷住了吧？这才刚开始，不会就扛不住了吧？节目组要不要换个对象？兄弟顶住啊！别怂，别怂！但还是有人继续在弹幕里给你打气。就在大家吵成一团的时候，只见你瞥了白雪晴一眼，随后冷冷丢出一句：不好意思，我这儿没多余的位置了。真拒绝了？这哥们儿可以啊！不是吧？他来真的？居然拒绝的这么干脆，我还以为他会犹豫一下。这反应也太出人意料了。这种定力有点东西。而白雪晴这会儿心里翻江倒海，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堂堂大学校花，居然也有被男人当场拒绝的一天。不服气的她干脆掐着嗓子：帅哥，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我就是想坐下来聊聊天，等会儿我请你吃夜宵，行不行？你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然后自顾自地把手里的烤串吃完，压根没接话。白雪晴当场愣住，像被按了暂停键。紧接着她：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你，年纪轻轻，大半夜一个人出来找陌生男人搭话，你爸妈知道吗？大晚上的不安全，早点回家吧。话音刚落，脑海里立刻响起系统提示音：检测到宿主善意提醒，维护社会正能量，获得 A 级评价，请宿主再接再厉。白雪晴被你这一通说的有点猛，忍不住顶了回来：你管得着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冷笑一声：我管你是谁，赶紧回家，别在这儿晃悠了。这拒绝的也太直接了吧！这语气确实有点冲，不过拒绝也没毛病。就在直播间议论纷纷的时候，你这边为了拿更高的系统评分，干脆把教育模式开到最大。你这么年轻，不好好学习，大晚上跑出来和陌生人搭话，你就这么不懂得爱惜自己？你爸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对得起他们吗？这一通劝下来，系统的评价也跟着抬到了一级，而旁边的白雪晴都快被你说疯了。第一，我已经成年了；第二，这是正常社交好吗？你是从古代穿越来的吧？都21世纪了，你这种老古董思想竟然还存在？你眉头一下就拧紧了。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你就没想过被人盯上的后果吗？还是你压根就不在乎这些？我真替你爸妈觉得惋惜，怎么会养出你这么心大的孩子？你这番话刚说完，脑海里就再次响起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成功善意劝导服务劝导白雪晴，获得 S 级评价，奖励宿主10万元现金以及一辆限量版顶级超跑。与此同时，你口袋里也莫名其妙多了一把车钥匙，你硬是压住心里的激动，转身就往附近停车场冲，去找属于你的那台爱车。可你前脚刚走，白雪晴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了上来。这会儿她也反应过来，她的任务是把你的真实反应拍下来，不是跑来跟你吵架的。大哥哥，你说的对，之前是我没意识到那些问题，被你这么一提醒，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刚才说话的样子好帅啊！哥哥，你有女朋友吗？你觉得我怎么样？然而，不管白雪晴把话说得多好听，你依旧一点反应都没有，脚步不停，继续往停车场走。因为此刻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管你是什么绝世美女，都没有我的新车香。此时你正在商场的停车场内寻找系统给你发放的座驾，而白雪晴则像是跟屁虫一样紧跟在你身后。终于，你忍无可忍地向白雪晴发出了质问：大晚上的，你不回家睡觉，你跟着我干嘛？白雪晴则装作一副很委屈的模样：好哥哥，我是因为跟父母吵架才跑出来的，现在身上也没有钱。我感觉你是个好人，你可不可以收留我一晚呀？你听完白雪晴的这一番话后，脚步不禁放慢了下来。白雪晴见状，立即小跑到你身边，小心翼翼地跟在你旁边。好哥哥，你就收留我一晚吧，我睡沙发就行。而此时观众那边见到白雪晴的这一波操作，彻底炸锅了。这小姑娘太会了，越是漂亮的人越会演，这演技可以的。不过人家小哥能顶住吗？星触发隐藏任务，是否收留少女，选择将影响后续剧情。另一边，你稍微思索了片刻，最终还是同意了下来。如果没有骗人的话，那我今晚可以收留你一晚。
明天天亮就走。此时的白雪晴闻言，双眼瞬间闪过一丝亮光。在她看来，你已经步入了她精心编织的陷阱。直播间的观众见到这一幕，瞬间仿佛打了鸡血一般。他果然还是心软了。不过收留一晚上也没什么吧，又不是干别的。等着吧，看看晚上会发生什么。兄弟们，今晚有好戏看了，点个关注不迷路。现实中，你在停车场逛了许久后，终于找到自己的座驾。一辆酷似赛车的超跑静静地停在那。然而，在这辆超跑的旁边，还有一名身穿名牌服饰的男子站立。巧的是，他腰间同样也挂着一把车钥匙。直播间的部分观众此刻纷纷坐不住。这才叫成功人士，妥妥的人生赢家。哇，观众们吵起来了，支持富二代的和靠自己打拼的，你们站哪边？你却抬脚走到了那名富二代身边。麻烦你让一下。正是因为你的这一举，直播间的观众再次炸锅。此时，直播间的观众都认为你这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位大哥是真敢啊！然而下一秒，那名富二代的行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只见他十分有礼貌地答应，并主动向后退了几步。不好意思，您请。可此刻站在一旁的白雪晴却看不下去。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无缘无故让别人给你让路？你则是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因为他挡住了我的车道。闻言，不仅是白雪晴露出震惊之色，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们也彻底傻眼懂了，这人什么来头？又翻转。只见你掏出车钥匙，轻按了一下门锁键，下一秒，绚烂的车门如同蝴蝶展开翅膀一般缓缓升起。此时的白雪晴十分夸张地瞪大了双眼，她没想到节目组随机挑选的路人家底竟然如此雄厚。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全部都傻眼，他们万万没想到，这辆限量版的超跑竟然真的是你的座驾。蝴蝶门限量版，脸疼吗？刚才谁说人家打肿脸充胖子的？而一旁站着的那名富二代也没想到你就是这辆豪车的主。失敬失敬，我叫沈一飞，加个微信。我叫叶云，我们有个车友俱乐部，都是玩车的兄弟，有空一起聚聚。好啊。正好想认识些朋友。就在你和沈一飞交换联系方式的时候，于是他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这台超跑很值钱吗？”这辆超跑全球限量，售价非常高，并且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工作人员小声解释。听完他的一番解释，直播间的观众们都震惊坏了。而对直播间的事情一无所知的你，此刻只想早点回家。还愣着干什么？上车！可问题是，喝了酒的你并不能开车，于是你把目光落在白雪晴身上。你会开车吗？会开。得到了白雪晴会开车的答复后，你便将车钥匙交给她，随后告别沈一飞后，白雪晴便开车载你前往你的住处。很快，白雪晴就根据导航到达了目的地。可当她下车看到普通的居民小区后，脸色瞬间变得有些意外。开着顶级的豪车，却住在普通的居民楼里。到了，走吧。这反差让直播间的那群观众也开始议论纷纷。有钱的人就住这地方，我看那台超跑肯定是他找别人借的，要不然也不至于住这里。另一边的白雪晴内心即使有100个不愿意，为了完成任务，她不得不跟你一同进去。你走到自己的房屋前，打开门，随即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大单间。白雪晴看到如此简约的布局，内心的不爽不禁又多了几分。而此时，节目组为了白雪晴的人身安全，便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人员赶往这个小区。一番洗漱过后，你便对他说：“你今晚就睡沙发吧，等明天一早离开就行。”白雪晴听完你的直男发言后，整个人都愣住。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这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校花，竟然在你这儿吃了个闭门羹。于是，心有不甘的她打算再试探一下。那我去洗漱一下，你别介意啊。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瞬间便看出了她的想法。就在观众们议论不停时，白雪晴则早已起身去洗漱。可半个小时后，当她换好家居服出来时，却发现你竟然早已躺在床上打着呼噜睡着。刹那间，白雪晴的脸都绿了，而直播间的观众们简直都快要笑死了。干得漂亮，老弟！你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对了。直男癌晚期没救。绝了！白雪晴准备了那么久，却换来了这种结果，笑死我了！本以为是一场情感大戏，结果没想到竟然是一部喜剧片。第二天早上，你睡醒就听见隔壁传来一阵呼噜声，正是躺在沙发上睡觉的白雪晴发出的。只见下一秒，白雪晴，醒醒，你该起来了。既然你醒了，那就收拾一下，等会儿我送你回去。你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直接被你叫醒的白雪晴有些生气，但还是去卫生间快速换好了衣服。此时你见白雪晴换好衣服后，便说：“昨晚说好的，天亮就走。做人要讲信用。”恰好正在此刻，随着摄像头的恢复，直播间的观众也陆续进来。而另一边，不少观众却看得十分爽快。就在直播间的观众激烈讨论时，白雪晴却对你明确表示不想这么早走，而你直接说：“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自己回去；第二，我帮你叫个车送你回去。”听完你的这番话后，白雪晴哑口无言，而系统的提示音也响起。恭喜宿主坚守原则，获得 SS 级评价，奖励宿主1处房产的产权以及10万元现金。当你看到手机上的到账短信时，纵然你早已有心理准备，但依旧还是忍不住激动起来。随即你将目光投向一旁的白雪晴，选吧。说完你就将她送到门口。就这样，白雪晴被你无情的赶走。
就在此时，节目组的主持人正主持出现在直播画面中。目前累计奖金已达到10万元，只要他能够继续坚持原则，即可获得更高额度的正能量奖励。虽然白雪晴被淘汰了，但第2关我们将派出不同类型的嘉宾，继续观察他能否守住原则。听到正主持这样说，直播间的观众彻底沸腾了。期待新嘉宾会是什么样的美女？这哥们儿太稳了，看好他。而此刻正在房间玩游戏的，恰好接到了房东太太王阿姨的电话。喂，是小林吗？你的房子明天就到期了，如果你还要互租的话，那我明天就让我侄女过去收租。王阿姨，我续租，明天让您侄女过来吧，我准备好租金。尽管你现在有钱了，但对居住了3年的房子也已经习惯，并不急于换房的你，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续租。王阿姨又说：“我那个侄女跟你年纪相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还是单身吧？我看你小子挺不错的，要不你俩认识认识？你也先别急着拒绝，我只是负责搭个桥，至于成不成，还得看你俩自己。”第2天早上，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你将门打开，只见一个极其漂亮的知性美女站在门外。此时的你一副完全未睡醒的我是房东太太的侄女刘婉清，我过来收租，下个月的房租一共1000块，请问是微信还是支付宝？眯着眼睛打了一个哈欠，而刘婉清在听到支付宝时，脸上的表情微微一动。原来她就是此次节目组安排的第2位嘉宾。为了能够成功观察你的反应，节目组为此还特意给她安排了一个房东太太侄女的身份来接近。尽管被你平淡的反应打乱了步骤，要不你加下我的微信吧，下次转账也方便。哦，行吧。为了感谢你配合收租，我请你吃个早餐吧。行，那就麻烦你了。此刻的你并没有多想，只是抱着客气的态度答应。然而这一幕在直播间的观众眼里，却变成了是你沦陷的开始。你说吃早餐，他立马就同意是吧？哎，男人啊！就在直播间的观众议论纷纷时，刘婉清则带着你来到了一家早餐店。点完餐后，她贴心的率先把钱给付了。接下来你俩就边吃早餐边闲聊。从你口中，刘婉清得知你等会儿要去中介所办事。巧的是，节目组为了帮她打造有实力的身份，特意在这边给她安排了一些房产资源。我正好要去中介所办理手续，那待会儿我们可以一块儿过去。这边有几套房产要托管，所以经常要去中介所。哦，那挺巧的。而他的这一番操作，瞬间让直播间的观众炸锅了。这姑娘不简单啊！就当观众们以为你会对刘婉清的条件有所改观时，我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下一秒你却不温不火的回了一句：“那你的家庭条件还挺好的。”刘婉清此时也感到惊讶，在自己打出条件好这张牌后，一般人应该会热情起来，可你那平淡的反应却令他有些错愕。就这样，你俩吃完早餐后，一同来到了昌盛中介所。刚刚进门，就有销售主动上前迎接。请问2位是来办业务的吗？刘婉清说：“我叫刘婉清，过来办理手续。我已经提前联系钟经理了。2位稍等，钟老师马上过来。”销售将你俩带到了贵宾接待室。等销售退出去后，整个接待室就只剩下你和刘婉清2人。此时的刘婉清已经按捺不住，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叶云，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还行。你知道吗？昨晚姑妈说要介绍你跟我认识，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听到刘婉清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你刚想婉拒，可就在此时系统被激活，检测到社会不良风气，现触发任务，给予互助2种选择。聚客来大酒店20%股份。听完系统的提示，你整个人一下子愣住。然而这一幕在直播间观众眼里却变成了另一幅景象。完了，感觉他扛不住了。就在大家议论之时，下一秒你的一句话却让全体观众彻底坐不住。只见你双眼看向刘婉清，嘴里缓缓吐出几个字：“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普通朋友关系比较好。我对你没有那方面的感觉。”此时的刘婉清一副完全不敢相信的模样，她万万没想到，身为女神的自己竟然被你给拒绝了。可下一秒，她紧皱的眉头又舒展开来，只因她以为这是你欲擒故纵的小把戏。想到这，刘婉清便笑盈盈的对你说道：“我是真心觉得你人不错，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可以让我爸给你提供一些事业上的帮助。”不好意思，我对你是真的没感觉。听到这句话，刘婉清整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铁青。你真的对我没有一点想法，还是说你认为我是在撒谎？你撒不撒谎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此刻的你一脸平静地望着刘婉清，你话音刚落，系统的提示音立即响起。叮，检测到宿主拒绝刘婉晴的好意，奖励聚客来大酒店25%的股份。当你在为获得奖励而兴奋时，另一边的刘婉清则十分恼火。她本来是为了出名才参加这档节目，可被你拒绝后，这次不仅出不了名，甚至还出了个大糗。一想到自己女神的形象受损，于是她越想越气。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竟然敢拒绝我！你只不过是一个送快递的，你有什么资格？我能当不好？我虽然是快递员，但也不代表我就低人一等。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你冷静的回应。可此时已经气炸了的刘婉清又指着你的鼻子输出：笑死人了！你要是能赚到钱，你还会住在那么廉价的小出租屋里？就在你俩争论之时，恰好销售经理潘志成走了进来。可当他听到你的名字时，眼神瞬间变了。你就是今天过来办手续的叶先生吗？潘志成的这一波操作彻底打断了你俩的对话。在得到你的肯定答复后，潘志成便满脸笑容的跟你握手。叶老板，原来真的是你啊！你终于来了！听到这句话，不仅刘婉清愣住，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也集体傻眼。这个销售经理为什么叫他叶老板？难道在这里买了房？不可能吧，他就一个送快递的，哪里来的钱买房？而另一边的刘婉清也回过神来，她无比惊讶地望向潘志成。你为什么要叫他叶老板啊？潘志成笑着说：叶老板昨天在我们这儿买了多套房产，今天我给他发短信过来办理合同。他是我们店的大客户，难道我不应该叫他叶老板吗？而直播间的观众听到你竟然在这里买了多套房产，全都炸了。我去，他哪来这么多钱啊？买了多套，他竟然买了这么多。刚刚刘婉清还嘲讽人家是个穷送快递，没想到人家竟然是真的有实力。这简直啪啪打脸了，哈哈，笑死了！刘婉清还装条件好，结果却踢到铁板上。就在观众们议论之时，刘婉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万万没想到，前一秒还是快递员的你，下一秒就变成了拥有多处房产。就这样，你在销售经理的带领下前往办公室办理手续。至于刘婉清，则一个人留在房内，等待别的销售员前来办理她的手续。与此同时，负责这档节目的高层苏若琳默默给刘婉清打了一个出局的标签。随后，她便开始挑选第3名前往测试你的嘉宾。另一边，等你办完手续出来后，刘婉清已经被节目组叫走了。为此，节目组还派了一些跟拍的工作人员隐秘的跟着。就在直播间的观众再次看到你的身影时，下一秒画面却切换到了节目主持人身上。恭喜我们的路人男主成功闯过了第2关，目前奖金已经累积到了30万元。虽然刘婉清被淘汰了，但我们节目才刚开始。接下来第3关，我们继续观察他能否守住原则，敬请期待。听完这一番话，直播间的观众彻底沸腾。我就说他能够顶住诱惑吧。30万奖金，下次那就是50万了吧？这第2位嘉宾也不行啊，这都感觉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此刻，就连直播间的一部分观众也开始佩服起你，但大部分观众还是觉得有待考察。一个钢铁直男而已，碰上刘婉谦算他运气好，这根本不能说明什么。后面还有20多关呢，而且一关比一关难，我看他都未必能闯过第3关。就在直播间的观众们争论之际，刚回到小区的你却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你好，请问你是聚客来大酒店的股东叶先生吗？我们想邀请你参加明天下午2点的酒店股东大会，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呢？听他说完，你才想起自己拥有系统奖励的这个酒店25%的股份，于是你便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可你不知道的是，你刚说的话全都被节目组的跟拍人员给录了下来。然而他们只知道你明天要参加这个活动，却并不知道你就是聚客来大酒店的股东。另一边，节目组高层苏若琳自然也通过工作人员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她很快就想到了要给即将第3个出场的嘉宾安排什么身份。此时的你按照约定时间，独自开车来到了聚客来5星大酒店。而另一边，在迎接来宾的李梦瑶在看到你之后，不禁眼前一亮，随即下一秒她便走到你面前。你好，请问是来参加会议的吗？我是聚客来大酒店的副总经理，专门负责接待的。是的。在得到你的肯定后，她便开始带着你进入酒店参观。可是这一路上，她对你的态度却十分高冷，只因节目组告诉她，此次扮演的是高冷女强人，要用强势的气场去观察你的反应。一路上每遇到一个人，李梦瑶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然而每当你想开口一起打招呼时，李梦瑶就会打断，同时还提醒遇到层次比自己高的人，要学会保持沉默。为此你还感到非常奇怪，明明你才是酒店的大股东，怎么从他口中那些人的身份就比你高了？这一路上，你跟在李梦瑶后面见到了不少酒店的负责人，只不过你认识了他们，而那些负责人却都不认识，只因李梦瑶总是在介绍他自己，却从来都不介绍，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都以为你只是个普通员工。渐渐的，面对这种浪费时间的情况，你内心不禁对李梦瑶有了一些不悦，于是你向李梦瑶发出了疑问：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介绍一下我的身份？然而李梦瑶听到这话，却是满脸吃惊的模样。为什么要介绍你？你只不过就是个有点钱的富二代，你和那些有声望的人根本没法比。此时你的表情越发的平静。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然而他却是一副十分随意的表情。知道啊，不就是叶云吗？叶云急了，看到他吃瘪的样子我就好笑。你只不过是个有点小钱的富二代而已，凭什么要介绍那些大人物给你认识？此刻就连一些观众也以为你要栽在这一关了。就在直播间的观众议论之际，恰好你和李梦瑶的谈话被路过的聚客来大酒店的总经理严守信听到。当他听到你的名字时，整个人便愣住。然而还未等他有所反应，另一边李梦瑶却摆出一副极其冷傲的态度。你只是个有点小钱的普通人，这地方不是你能随便发言的。该低调你就低调点。听到这番话，此刻你心中的不悦再也压抑不住。然而就在此时，系统突然激活。丁，检测到不良风气，现触发任务。如果宿主合理表达自己的身份并纠正对方，系统将按照评分给予宿主不同的奖励。于是你平静而坚定地对李梦瑶说：我是你们酒店的第2大股东，这个会议也是你们酒店主动邀请我参加的。你让我低调点，你这个副组经理是怎么当的？连这些都不知道。听到你这么说，李梦瑶却不以为然，甚至发出了一声冷笑。哦，第2大股东？如果你是酒店的第2大股东，那我岂不是第1大股东？我警告你，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而此时在一旁偷听的严守信顿时脸都绿了，下一秒他便跳出来怒斥道：你住嘴！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可李梦瑶把这句话当成对你说的，于是他也跟着怒斥。听到了没？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他是聚客来酒店的总经理，我是副总经理，而你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要是没有我的帮助，你觉得以你的身份，你有资格参加今天的会议吗？而一旁听完这番话的严省信，汗珠都快要流下来，他直接走到李梦瑶面前，指着她的鼻子说：“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他可是我们聚客来的第2大股东。”李梦瑶听到这句话，犹如被雷电击中一般，瞬间整个人愣在原地，而你则平静地补充道：“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搞了半天竟然连我的身份都不清楚。作为副总经理，心思不放在工作上，反而在别人面前耀武扬威，这可不合适。”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也集体傻眼，什么情况？他竟然是聚客来的第2大股东！我去，不仅有多处房产，还是酒店第2大股东。这个男人到底还隐藏了多少身份？此刻你感觉自己今天像被人当猴耍了一样，于是继续说：“李梦瑶，我刚开始就自报姓名了。你身为副总经理，不知道我是酒店的股东，这本身就是失职。对待同事和客人态度傲慢，更不合适。”说到这，你把目光转到严守信身上。严总经理，我能不能用我股东的身份，建议重新评估他的岗位？一旁的严守信急忙点头：“当然可以。”随后你便对李梦瑶说道：“李梦瑶，由于你的失职和不当言行，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建议你去人事部重新接受培训。”听到这句话，李梦瑶的脸色顿时煞白，她完全没想到会是这种局面。恰好正在此时，系统的声音响起：“恭喜宿主成功维护自权权益，并纠正不当行为，获得 S 级评分，奖励宿主10万元奖金以及世家宝25%的股份。”下一秒，你急忙掏出手机，上网搜索起世家宝这个公司。这是一家定制高档西装的门店，年收入相当可观，也就是说，什么都不需要做，到年底就能获得一大笔分红。就这样，严守信带着你向着酒店里面走去，留下原地不知所措的李梦瑶以及一脸震惊的直播间观众。由于第3位嘉宾李梦瑶的行动已经失败，此时的节目组经过会议商量，一致决定派出一名新的嘉宾。在确定了人选后，直播间的画面再次切换到了主持人身上。首先恭喜我们的男主成功通过了第3位嘉宾对他的考验，目前累计奖金已达到50万元。经过节目组的商量，第4位嘉宾我们将派出一位非常有气质的女性，对他进行更加深入的观察。如果此次他还能继续坚持原则，他将获得100万元奖励。伴随着正主持的这一番介绍结束，直播间的观众内心纷纷涌现出了强烈的期待。哇塞，第4关的嘉宾看起来很有气质啊，这小伙子能扛得住吗？不知道他顶不顶得住，反正我是够呛。现在这档节目可是在直播的，老弟，你现在可是代表着我们整个形象，你可要加点油，千万别让人看低了。至于另一边的部分观众则是十分开心，之前你连续通过了3个人的考验，已经让他们感到非常不服气，所以此次他们十分期待新的嘉宾能够把你给拿下。然而你作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却对此并不知情。你在参加完酒店的股东大会后，就开车前往金地大厦，打算为自己置办几套得体的服饰。可当你刚出发时，就被节目组的跟拍人员给跟上。而另一边，即将出场的第4位嘉宾沈清雪，在得知你所在的位置后，节目组便迅速安排他前往金地大厦。随着直播画面切换到沈清雪身上，直播间的观众都惊呆了。我的天，这个沈清雪看起来既漂亮又有气质，这次男主能扛得住吗？这就是传说中的优雅女性吗？这也太高贵了吧！这换谁能支撑得住啊？就在直播间的观众讨论之际，沈清雪正在和节目组探讨如何自然的进行互动。她说：“哪怕他再有钱，对人没有基本的尊重，不够真诚也是枉然。今天我就让广大网友见证他最真实的一面。”这番话一说，瞬间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说得好，就是这样。沈清雪的这话太对我的胃口了，很期待着他的互动，希望今天能看看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原则。就在直播间议论纷纷时，你在金地大厦的楼上路过了一间又一间的大服饰店，最终来到了一间世家宝服装店的门前停下。然而那些之前不服气的观众们见状，纷纷开启了冷嘲热讽。搞半天他就是来逛这家店的，真不知道这种普通熟坊店有什么好逛的。世家宝听都没听说过，估计是什么杂牌吧。但直播间里不乏有一些有见识的观众，他们纷纷站出来回应道：“我的天，世家宝都被你们说成杂牌了，那可是全世界最高档的名贵西装店之一。”没错，这家店是皇室御用西装店，甚至很多知名的国际影星都是这家店的忠实顾客。听到这些大佬的科普，很多直播间的观众这才明白这间西装店的含金量。我去，这么牛的服装店，估计兜里不装个几十万都不敢往这店里走吧？就在观众们议论之际，你开始和这家店的店员进行沟通。经过一番交流后，店员当即把他们店长陈锦华给请了出来。陈锦华礼貌地介绍了自己，然而当他看清你的长相后，却是脸色一变，只因他刚收到世家宝股东变动的通知，并且他通过新股东的照片一下子就把你给认出来了。于是他急忙问道：“请问您是叫叶云吗？”闻言你略微诧异，你们的消息居然如此灵通。随即你便淡笑道：“你也不用紧张，我今天过来是想给自己定制2套西服而已。”听你这么说，陈锦华不禁松了口气，随后他便开始安排店内最好的裁缝给你量身定制。然而正当你跟陈锦华聊天时，你们的谈话内容却被站在门口不远处的节目组跟拍人员使用设备给拍摄到。当直播间的观众们听到一套西装要几十万起步后，瞬间一片哗然。一套西装几十万，是世家宝神仙不虚夫。我去，这也太贵了吧！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好家伙，这就相当于背了一套房在外面走。而之前那些嘲讽你的观众也惊呆了，本以为10几万一个名牌包包就已经是顶级奢侈品，没想到他定制一套西服就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这完全超出想象。就在你定做西服的时候，沈清雪也来到了金地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只见她全身都是得体的名牌服饰，背了一款精致的包包，甚至她为了和你制造偶遇的机会，向节目组借了一台豪车，并且停在你那辆超跑的旁边。就在你逛完商场打算离开时，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便立即将消息传递给沈清雪。而收到消息的沈清雪迅速前往地下停车场。她走了一会儿，便看到了在前方不远处的看到目标人物的出现，沈清雪的嘴角不自觉开始上扬。